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6度团队整理而成。中国新成立的亚洲文化遗产联盟的背后，外交官。上周，20多个国家参加了在中国西北部成立的亚洲文化遗产联盟。该联盟旨在提供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亚洲方法。该联盟希望促进各国之间的跨区域和国际合作，并成为政府间援助和对话的平台。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制定亚洲方法保护的实际含义，但该联盟的建立标志驻队超越过去文化规范和环境的范式和方法的推动，并找到了保护与世界相关的文化遗产的方法。制定遗产保护亚洲方法的倡议突出表明，需要更有成效的政策架构，以富有成效的抵制文化遗产在当今亚洲不同地区被武器化为政治工具。近几十年来，亚洲世界遗产的故事一直是社区被迫流离失所和不平等加剧的故事。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关系引起了人们对铁路、机场、邮轮港口或酒店和休闲区等重大基础设施专案的建设的关注。这些专案将对中亚、斯里兰卡部分地区、老挝、柬埔寨和喜马拉雅山等地区的经济和生计产生深远的长期影响。该联盟为建立整个地区所需的支持基础设施和机构迈出了一步，以解决与具有历史意义的陆上遗址、文化和宗教习俗、博物馆以及与河流、海洋和海洋相关的各种形式的遗产相关的多种复杂现象。如果西安联盟能够建立机制和平台，积极帮助对抗文化遗产在当今亚洲不同地区被武器化为政治工具的方式，那么它确实将大大有助于实现其雄心壮志，及贡献更具全球相关性的更强大和富有成效的政策架构。厌战的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动摇。外交事务。外交政策专栏文章警告说，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显示出动摇的迹象。俄罗斯正在利用同情心疲劳来实现有利的政策结果。虽然莫斯科关于乌克兰新纳粹分子和北约对战征服有责任的虚假叙述在中欧和东欧国家获得了一些关注，但公众对乌克兰的支持在欧洲和北美仍然坚定。然而，信息弹性中心2月份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43%和3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政府为乌克兰做得太多。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同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太多支援。这篇专栏文章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援是由欧洲人和美国人维持的，他们感到与乌克兰人及其争取自由的斗争，比对世界其他地方处于危机中的其他人更亲近和接近。此外，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连斯基的有效沟通经常提醒西方俄罗斯军队犯下的恐怖行为。然而，文章认为这种支持开始动摇，莫斯科正在寻求煽动同情疲劳，以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使其有利于他。通过掩饰其国内宣传，并通过宣传管道和附属社交媒体处理有关乌克兰难民的负面资讯，莫斯科试图诋毁乌克兰政府及其动机。土耳其坚韧不拔的独裁者。外交事务。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利用国家资源为自己谋利的能力，以及他对媒体和司法机构的控制，意味着他的连任竞选似乎将得到加强。尽管土耳其经济陷入困境，反对派联盟构成潜在威胁，但埃尔多安的影响力仍然很强。反对派团结一致，有6个政党走到一起，但埃尔多安通过可能给他的正义与发展党 AKP 带来优势的演习来反击这一点。由于土耳其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支援埃尔多安，报道是有选择性的，并被认为歪曲了该国当前面临的危机。通货膨胀、埃尔多安民粹主义政策的代价高昂的影响，以及政府对最近地震的不良反应几乎没有出现，重点是土耳其的国内和军事成就。通过控制资讯，埃尔多安能够在5月14日大选之前塑造叙事，给自己最大的成功机会。韩国可以在南海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外交官。韩国将不得不就其在南中国海的角色采取立场，这可能会挑战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其最大盟友美国之间的敏感平衡。南中国海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场所，因为它有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投射的缓冲区。
并为中国提供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通道，以及抵消美国军事和战略影响的战略空间。这种竞争可能导致军事部队冲突，从而损害韩国的利益。韩国40%的贸易和90%的原油进口通过区域水道。韩国可以通过在地区海洋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加强南海航行自由的缓和力量，从而在印太海域建立信任与合作。韩国还可以加强海上建立信任措施，以缓解紧张局势并稳定该地区的关系，例如在海军舰艇之间建立热线、联合防御技术专案，以及扩大联合海军任务，以减轻跨国威胁、人道主义危机和自然灾害。为了实现其在海洋事务中的目标，韩国需要一个泛政府控制塔来协调与海上安全相关的国家利益领域，确定其海上角色和利益，并制定中长期战略，以解决地区水域紧张局势加剧的各种根源。它还需要更强大的海上力量，这可能有助于在海上实施重要行动，同时强调其支援其地区伙伴建设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能力。水不安全的连锁反应。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不善和低效的农业实践正在使中东的土地退化，使灰尘和沙粒更容易被捡起并扫过广大地区。这种现象将水不安全加剧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随着人们为了生存而侵占城市，农业和畜牧业的生计在现有基础设施下变得难以为继，妇女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难以容纳日益庞大的人口的环境造成了荒漠化的恶性循环，影响住人类及其动物，因此变暖也可能在加速。波斯湾地区可能会经历如此严重的高温和潮湿浪潮，以至于仅仅在外面待几个小时就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命。由于能源资源和美国的援助，使沙漠和干旱地区得以迅速发展，以支援人口稠密的地区。各国政府现在必须投资于高效的水和能源管理实践，以避免因高温和湿度增加而面临无法忍受的水不安全水准。由于冲突拖延了可持续规划，降低了人类发展，造成数据收集问题，阻碍了规章的执行，而未能提供基本服务，又使情况恶化，将对治理的信任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准，造成一种低信任环境，鼓励短视的决策和缺乏合作动力。政治家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尽管迫切需要应对这一挑战。虽然海湾国家正在制定处理和再利用废水的举措，约旦扩大了其能源自给自足的水管理系统，但人口增长不断增加的国家，如伊拉克和也门，将继续承指数级增长，面临住灾难性的水不安全。CSIS 中东转型倡议旨在关注生活在该地区难以忍受的水不安全水准和导致不稳定的人们。谢谢收看评论简报，请通过6dobrief.com订阅。